那2套房是你弟的婚房，必须过户给他。至于你，把这个疯婆婆领走。她是你姑妈老云兰，你是女的新媳，以后她归你养。家里拆迁，弟弟得到2套房，我却只有一个患精神病的姑姑。我姑姑是当年全省理科状元，闻名全县的数学天才。可奶奶说，女孩子读再多书也是要嫁人的，不如把钱留给我爸娶媳妇儿。一晃20年，现在他老了，不能干活了，就成了他们眼里的累赘。妈，您确定您要这么偏心吗？同样都是你的孩子，你却要把2套房全分给赵阳。我抽烟，你们的事你们自己聊。你说我们偏心？你一个迟早嫁人的赔钱货，这些年我们在你身上花的还少吗？赵喜，你也别觉得委屈，你看清楚，这记着你从小到大花的每一分钱。5岁那年办大年30，你比你弟多吃了一个肉饺子，按现在的物价折算2块钱。8岁那年你摔破了膝盖，家里给你买了1块钱的红月粉，这钱得算吧。10岁那年你非要买那个3块钱的转笔刀，害得你弟少喝了1瓶汽水。这笔账你也记着，加上你上学的学费、平时穿的衣裳，还有你在这个屋里占的这几平米地的磨损费，老娘我都给你算清楚了，你一共欠家里325400块。原来我在这个家活了30年，在他们眼里就是一堆由肉饺子、红药水和转笔膏堆砌起来的烂账。姐，妈说的没错，这2套房是拆迁得来的，咱们老赵家的根儿在那儿，本来就是传男不传女。你都30了还没嫁出去，赖在家里不就是想蹭这2套房吗？你要是不想要这疯婆子也行，那你就把账本上这30多万现在结清，然后滚出这个家。要是没钱，那就带着这疯货滚蛋，以后别再想打这2套房的主意。你是姐姐，不得帮家里分担分担？你弟马上要结婚了，女方要求必须要2套房。这疯婆子整天在阁楼里鬼哭狼嚎的，要是吓跑了你弟媳妇儿，你担待得起吗？妈，你想好了，房归弟弟，疯姑姑归我。废话，你是姐姐，不得帮家里分担分担？这疯婆子要是死在家里，还得花我跟你爸的养老钱去埋她，你不带走谁带走？朝夕，你也别怪爸妈狠心，你迟早要嫁人，这房产本来就没你的份，让你养你姑妈是给你积德，赶紧签个字把这事定下来。放弃财产，还要承担一个疯子的生老病死，他们这是要把我彻底榨干。这就是我的亲弟弟，为了那2套房，不惜拿我的前途当筹码。姐，你快签呀，磨蹭什么呢？你要是不签，信不信我现在就去你公司闹，就说你不孝顺，连亲姑姑都不管，我让你在全公司面前抬不起头。行，人我带走了，以后你们别求着我要回这个宝贝。赶紧带走，省得死在家里晦气。我告诉你啊，出了这个门，你死活都跟我们没关系，别想着回来要1分钱。姐，祝你和你的宝贝疯婆子百年好合。等我结婚那天，你就别来了，省得丢人现眼。姑姑别怕，我带你回家。这些伤都是这家人发泄留下的。走。他们不知道，他们眼里的垃圾，手里握着京圈最值钱的一张底牌。走喽，穷神疯子都走喽，快滚！那间只有2平米、终年不见阳光的阁楼，他在那儿待了整整20年。姑姑，别怕，这是电梯，带我们回家的。姑姑，姑姑你在哪儿？那是他在阁楼里活下来的唯一方式，把自己藏在没人的地方，就能少挨一点打。姑姑，这里没人打你，以后这里就是我们的家，没人能闯进来，好不好？朝夕，那疯婆子的残疾人补贴卡在哪儿？我已经签了协议带人走了，那卡你们也要拿。你把人带走了，那钱每个月几百块，够你弟买好几包高档烟呢。你都背老一个人回去养老了，还想独吞这几百块钱？那是老赵家的钱。卡我挂失了，以后这钱我会用来给姑姑买药，你们别想再拿1分钱。赵熙，你长本事了是吧？你要是不把密码说出来，老子明天就去你公司拉横幅，说你虐待残疾长辈，抢走亲人的养老金。协议上写的清楚，我承担他所有义务，权利自然也归我。想要钱，咱们法庭见。姑姑，怎么了？这个数据是错的，这是对方公司埋下的陷阱，如果不发现，公司要损失200万。姑姑，你看得懂？我没看错，刚才那个指尖生风的人不是我的幻觉。我想起来了，小时候奶奶总骂姑姑是老赵家的灾星，
奶奶说女孩不该钻研数学，那是鬼画符。姑姑当年考了理科状元，奶奶却说她想飞是不孝，亲手撕了她的录取通知书。他们根本不知道，这双手曾经能写出全省最完美的逻辑，这颗脑袋依然能瞬间看穿千万级爆表的阴谋。挂最贵的专家号。穿的这么破，还挂专家号，这身上什么味儿啊？离远点。姑姑坐。哈哈，老天有眼，那2套房还没过户，中介说光租金1年都能收10几万，老子要发财了。我早就把他从小到大的开销算清楚了，一个饺子2毛钱，我让他欠的明明白白，这就是不听话的下场。让他在外面带着疯裤子喝西北风去吧。闹吧，跳吧，我要留着这个群，让你们在最高兴的时候亲眼看看什么叫从云端跌入地狱。医生，我姑姑她能治好吗？病人的脑部结构没有任何受损，这是一场极度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。他这些年为了自我保护，大脑主动切断了和外界的交流。但是我们在做认知评估时发现，他的逻辑思维区极其活跃，哪怕在失神状态下，他对数字的反应速度也是常人的5倍以上。那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他不仅不是疯子，他是一个被迫休眠的天才。只要配合药物和托姆治疗，他有很大的机会恢复。姑姑，那2套房算什么？我会带你拿回你失去的20年。那些欠你的、吃你的、剥削你的人，我要让他们把吃进去的每一个字都连本带利的吐出来。我们要试这件深蓝色的真丝旗袍。小姐，这件衣服8800，面料很娇贵，不能随便试。要是弄脏了或者勾了丝，是要照价赔偿的。现在的商场真是越来越没档次了，什么疯疯癫的乞丐都往里放。刷卡，这件还有那一排，按照它的尺码全都要了。赵熙，报表还没算出来吗？明天就要跟德资企业谈判了。姑姑，你能告诉我这些数字里哪一个在说谎吗？假，至少200万。好啊！我都说这死丫头哪来的底气？原来是偷家里钱来这儿挥霍。赵熙，你个没良心的东西！那房产证你没搂着，就开始偷你弟的血汗钱了是吧？姐，你这一身行头得不少钱吧？赶紧的，妈刚才又算了，你5岁那年弄坏家里一个暖水桶，加利息现在得还500。还有你小时候多吃的那些肉饺子，一笔笔都是债。你今天不把这些钱吐出来，我就躺在这儿不走了。妈，饺子钱、暖水瓶钱我会还，但你们这些年从姑姑身上偷走的每1分钱残疾补助，我也要你们1分不少的全部吐出来。那是老赵家的钱，我想怎么花就怎么花。你个赔钱货，敢这么跟我说话？赵熙，你长本事了，敢这么跟妈说话？你真以为在那破公司当个小主管就是人物了？这蜂窝穿这么好干什么？给老子脱下来，这都是老子的钱！你敢打我？你为了一个疯子打你亲弟弟？你个小畜生，你敢打我儿子，我跟你拼了！再敢动一下，我就让你儿子另一边脸也肿起来。姑姑，别怕，我们走。赵熙，你给我等着，明天我就去你公司闹。那明天咱们新仇旧账一起算。他就是赵熙啊，听说家里闹得挺凶，那后面跟的那个真的是个疯子啊。哟，赵熙，这就是你那个亲戚啊？听说你为了躲避家里的赡养义务，把老家闹得鸡犬不宁。你弟弟电话都打到咱们行政部了，说你抢了家里老人的救命钱。孙倩，有时间关心我的家事，不如去看看你负责的那个德资案子的报价单。如果你明天在那上面丢了脸，恐怕行政部该接到的就是你的辞职报告了。赵熙，你神气什么？姑姑，你在这里等我，谁叫你都别出去。我不活了！大家快来看看啊！这个不孝女，她要逼死亲生父母啊！是时候彻底打烂你们的脸了，妈，到时候你可千万不要后悔啊！我不活了！老天爷，你开开眼啊！亲生女儿要逼死父母啊！
赵熙，你终于敢出来了！大家快来看看，这就是你们公司的高管赵熙。他5岁吃家里一个肉饺子不给钱，10岁弄坏一个暖水瓶不认账。天哪，这家人也太极品了，连一个饺子的钱也记着。哎呀，赵熙，你要是真缺那几百块钱补贴，跟姐妹们说一声啊，大家给你凑凑就是了，何必去抢一个疯子的钱呢？丢不丢人啊？姑娘，你给评评理，我为了养大他，一分钱从牙缝里省。你看，他8岁那年冬天多穿了一双袜子，3毛2分钱一双，他现在月薪几万，连这几毛钱都不肯还我呀！你们闹够了吗？没够。赵熙，这就是你说的断绝关系。好，既然你们想算账，那咱们就当着全公司同事的面，一笔好算个清楚。各位同事，这上面写的清清楚楚，我赵熙自愿放弃家里2套拆迁房，以此换取对姑姑赵云兰的独立抚养区。你们刚才说我抢补贴金，那请问这2套房产的继承权折合成现金是多少个2毛钱的肉饺子？那房子是留给杨洋传宗接代的，那是老赵家的祖产，你一个当女儿的少在那惦记。咱们现在说的是你欠我的抚养费。就是房子的事协议都签了，那是我的，你欠妈的钱是另一码事。行，那就按你的逻辑算。既然5岁吃一个饺子都要算钱，那咱们就算算这20年来我在这个家干的活值多少钱。从我10岁起，家里所有的家务都是我做，做饭、洗衣、拖地，按现在的保姆市价，1个月3000不过分吧？这家人也太1年3万6，20年就是72万。还有姑姑被关在阁楼里20年，吃喝拉撒都是我伺候，你们不管不顾，全靠我窃鱼打工赚钱给她买药。这部分护理费按医院护工标准，1天200，1年7万3，20年就是146万，加上利息，你们一共欠我218万。现在扣掉我欠你们的32万肉饺子钱，你们还欠我186万。妈，赵阳，你们是现在转账，还是等我起诉查封那2套房产？你个白眼狼，你居然跟亲妈算这些！你照顾姑姑那是自愿的，那是你尽孝。双标玩的挺溜啊，妈。你个疯娘们儿，我撕了这协议，看你拿什么起诉！ Who is making such a scene here? Gentlemen, I apologize for the chaotic environment. However, I must inform you that the financial model you are about to review has a significant logic flaw in the third tier indication. 你是谁？哪来的疯子 ？Excuse me? Could you clarify that? 这里的汇算方式采用了过时的复利模型，它导致对方公司的资产被虚增了15%。如果贵公司签订这份合同，起始亏损就是200万。财务总监，快过来核对。王总，王总，这位女士说的对，这里的逻辑嵌套确实有问题，我们差点捅了大娄子。赵熙，这位神人，这位女士到底是？这是我姑姑赵云兰，20年前的全省理科状元，拿个2毛钱的账本来公司闹，真是开了眼了。就是，人家姑姑一眨眼帮公司省了200万，这家人居然管天才叫疯子。You are a genius observer。赵熙，你这位姑姑一定要留下来，我们公司需要这样的特约顾问。月薪不，年薪你尽管开，只要她肯留下来。云兰啊，嫂子刚才那是跟你开玩笑呢，你莫疯啊，莫疯太好了。走，跟嫂子回家，咱不住这儿了，嫂子给你炖排骨吃。妈，刚才协议签得清清楚楚，姑姑的抚养权归我，你们跟她没有任何经济瓜葛。想带走她，行啊，先把这186万的欠款结了。老板，你别信他的，这疯婆子脑子丝毫，他刚才是懵的，他会害死你们公司的，他就是个吃白饭的疯子，你们都被赵熙骗了。保安，还愣着干什么？把这2个闹事的泼妇和流氓给我轰出去，以后不许他们踏进公司大门一步。赵熙，你等着，那房子还在我爸名下，你们谁也别想过户。你拿这个疯婆子当宝，老子拿这2套房也能砸死你。赵熙，你先别走啊！50万年薪聘请你姑妈当首席顾问。王总，钱的事儿以后再说，他现在需要休息。那咱们随时电话联系，职位我一直给他留着。姑姑，这里以后就是我们的家，没人能赶你走。小希，那个账本儿，姑姑，那个账本是假的，那是他们发疯臆想出来的，你谁也不欠，是他们欠你。林医生，你来了。
病人的情况，我们需要做一个深度的心理评估。赵熙，你姑姑的情况比我想象的要好，也比我想象的要糟。林医生，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好在她的逻辑思维依然是顶级的，这是她对抗黑暗唯一的武器。糟在她这种天才式自闭，是一种极度的心理防御。她把自己锁在了数字的世界里，因为只有数字不会骗她，不会打她，也不会为了一个肉饺子就卖掉她。那有什么办法让她恢复吗？脱敏治疗，带她去接触人群，接触那些让她恐惧的事物，但要让她握住主导权。比如她害怕被算账，你就带她去算别人的账。赵女士，如果不介意，我们来做一个数字游戏如何？如果你能解开它，我就送你一个礼物。这是属于你的。在这个世界上，除了数字，还有一种东西叫公平。赵熙，你要小心。你弟弟赵阳今天在医院打听过你姑姑的病历，他在找证据，想证明你姑姑还是疯子。证明他是疯子？他那是怕姑姑清醒了，把那2套房产的真相揭穿。房产的真相？我爷爷临终前一直觉得对不起姑姑，我怀疑那2套拆迁房的名字根本就不是我爸，甚至可能就在姑姑名下。如果是这样，你要做好心理准备，他们为了钱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。这一次，谁要是敢再动姑姑一根手指头，我就让他牢底坐穿。哎呦，赵熙，你还真敢把那个疯子带到公司来。王总也是糊涂了，这万一哪天疯病犯了伤到客户，你担待得起吗？孙倩，你的考核指标完成了，有功夫在这闲吃萝卜淡操心。我没功夫操心，但总公司有。审计组接到了实名举报，说你利用职务之便搞裙带关系，雇佣没有资质的人员参与核心财务核算。糟了，姑姑虽然有实力，但她确实没有任何现代金融从业证书。孙倩这一招是死穴。哪位是赵熙？我是总公司审计组长陈岩。关于你聘请赵云林作为特别顾问一事，请立刻出示他的相关资历证明。资历？陈组长，她一个没有任何工作经验的中年妇女，她有什么资历？难不成要让她出示精神残疾证吗？什么东西？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大赛特等奖？什么？这个疯子是？省理科状元，北京大学录取通知书副本。那一届的特等奖题目难度极高，全华国仅有3人成功解出。你就是赵云凌，那个消失20年的传奇人物。虽然20年没考证，但这些东西应该比所谓的从业资格证更有说服力。如果你对我的运算能力有怀疑，我可以现场重构审计组正在核算的这3年的所有报表。不用了。赵女士，您的资历我们不仅认可，更是仰望。孙倩，举报不实，干扰审计工作，给公司重要顾问造成名誉损伤，滚回去写3000字深刻检查，年终奖金全部取消。凭什么呀？他就是个疯子！闭嘴！赵女士，能否请您指点一下我们目前正在处理的几组异常数据？梦梦，你喝口茶润润嗓子，别听外头那些人瞎传。我姐那人我最了解，她手里哪有什么大钱？赵阳，你老实交代，那2套房到底是不是稳稳当当在手里？我可你那个疯姑姑根本就没疯，现在正跟着赵熙在写字楼里挣大钱呢。梦梦，你放心了，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，我姐是自愿放弃继承权的，那房子只能是我的。就是啊，梦梦，那死丫头都签好字了，来都来不掉。你进了门，那2套房的女仆人就是你。签字有用吗？我听我大姨说了，那2套房原本是在赵阳爷爷名下的，老头子死的时候，那个疯子才是第一顺位继承人。要是他现在清醒了去起诉要回遗产，你手里那张协议就是废纸一张。不可能吧？我妈说爷爷临终前留了遗嘱的。遗嘱呢？拿出来我看啊。妈，你说话呀！遗嘱呢？快拿出来给梦梦看看啊！好啊，你们赵家合起伙来骗我是吧？根本就没有遗嘱，你们是想让我空手过门？梦梦，你别生气，咱们再商量商量，我肯定想办法。想要我结婚，行，除了那2套房必须过户到我名下，你还得另外给我加50万彩礼。50万？那四哥你老命啊！别以为我不知道，赵熙现在带着那个天才姑姑赚了大钱，她是亲姐姐，供养弟弟结婚是天经地义的事儿。你们不是记着她欠家里的钱吗？去找她要，要不回来这50万，这婚我就不结了。你自己守着那2套空房子过去吧。妈，走，带
带上账本，去找那个死丫头。既然她非要当孝女，那就让她当个够。小溪，你看，那个风筝的受力点不对，侧翼的夹角如果再偏3度，它能飞得更高。姑姑，你刚才算出了它的夹角，你真的在慢慢恢复。您真是3句不离本行，连风筝都要精确计算。好啊，赵熙，你带着这个疯婆子在这儿享清福，让你亲弟弟在家里愁得要跳楼。妈，姐，你要是不给钱，我今天就提前给这疯子送终了。赵阳，你找死！放开！赵阳，你是不是真觉得我不敢报警？报警？你去报啊！亲弟弟结婚找姐姐拿钱，天经地义。赵熙，你还敢打你弟弟？西西，快来看啊，这个女儿没良心啊！她带着姑姑去大公司赚钱，1个月几万块，连她亲弟弟的结婚钱都不肯出，她这是要逼死我们老两口，要绝了老赵家的根啊！姑娘看着挺体面的，怎么对爹妈这么狠？就是，弟弟结婚是大事，帮衬一下也是应该的，怎么能让老人坐地上哭？老疯子，跟我回去！只要你当众承认你还是个疯子，我就放过我姐。滚开！小夏！滚！这本账我记了20年，你们欠我的不是钱，是命。如果再不滚，我就把当年你们是怎么把我关在阁楼里，怎么把赵阳杀人未遂推到我头上的事儿，全部捅给警察。当年你把我从人贩子手里买过来，就是为了给赵阳冲洗。后来发现我克夫，就一直把我关在柴房里，不给我饭吃，不给我水，活活饿死我。你胡说什么？啊！你个疯婆子，你果然是疯的没边了！老天爷呀，快把这疯火收了吧！老疯子，你敢血口喷人？谁杀人未遂？我看你是活腻歪了！说，住手！报警！这里有人故意伤害，还有人涉嫌恐吓残疾人，把现场封锁了。妈的，赵阳，你给我等着！行，赵熙，你有种找野男人来对付家里人是吧？你给老子等着，这事儿没完！洋洋，走，别跟着疯婆子一般见识。2毛钱的肉饺子，为了一个肉饺子就把我卖了，还让我替他去死。疼吗？不疼，这点伤，连那个账本1/1000的狠度都比不上。赵熙，你打算怎么办？那家人已经是亡命徒了，为了50万彩礼和2套房，他们什么都干得出来。既然已经断绝了关系，那就用法说话。林医生，我需要你帮我。姑姑年纪大了，不能再受刺激了。我要带姑姑做完整的司法鉴定和记忆提取，我要让20年前的真相在阳光下彻底曝光。我会尽力，但你要有心理准备，真相揭开的那一刻，赵家就彻底毁了。毁了就毁了。既然他们能为了2毛钱算计我30年，能为了赵阳的名声锁死亲妹妹20年，这种家不要也罢。其实你和他很像，都是那种被踩进泥潭里，只要有一丝光就能野蛮生长的灵魂。赵熙，快看新闻！不知道谁把公园的视频发网上了，说你勾结外人虐待生母亲弟，公司的官微被冲烂了，孙倩带头要求开除你。妈，你看看你办的好事儿，找那个废物有什么用？连那个老疯子都吓不住。他记起来了，他全记起来了。洋洋，咱们得跑，赶紧买房跑路。跑什么跑？房子还没过户呢，现在卖谁要？赵阳，你可真行！现在全网都知道你姐是虐待狂了，但这能换成钱吗？梦梦，你别急，我正想办法。别想了，那个疯姑妈现在成了高管顾问，年薪50万。我最后给你3天，要么让你姐把50万彩礼出了，要么你去起诉房子继承权，把房子夺回来。房子在老头子名下，没遗嘱怎么起诉？没遗嘱不会造一个吗？你妈不是说老头子临终前最疼你吗？这是犯法的呀！犯法？要是赵熙那个疯子把20年前的事捅出去，你跟赵阳还有命花钱吗？
只要拿到房产证过户到我名下，咱们就是一家人。赵熙就算有天大本事，也拿不走我们的东西。妈，李默说的对，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好，妈听你的。那疯婆子既然想死，咱们就送她一程。你们是没看到赵熙在那视频里推他亲妈那个狠劲儿，这种人就是典型的利己主义，平时装的专业，其实私生活烂透了，连亲妈亲弟都不认，心肠确实太毒了。是啊，这种人做的报表，谁敢相信是真？赵熙，你来一下办公室。好。赵熙，不是我不保你，德方代表已经看到消息了。如果你不能在24小时内平息舆论，为了公司，我只能让你停职。王总，不用24小时，现在就可以。赵熙，不给50万彩礼就送终。王总，有什么活明天再说，我现在可要下班了呀。你确实可以下班了，以后也不用再来了。孙倩，你严重违反职业道德，诋毁同事，即刻辞退，永不录用。凭什么？为什么要开除我？林医生，赵熙，快来医院，你姑姑刚才做深度催眠治疗时，说出了一个具体的名字。赵熙，你姑姑在催眠里说出了一个名字赵阳。20年前，赵阳纵火烧了仓库，你爸妈为了保住儿子，把你姑姑锁在里面当替死鬼。杀人未遂，原来这就是疯了的真相。赵熙，这是我托人从你爷爷公证处调的配份。爷爷早看透这群畜生，密约说明地皮只属于姑姑，地皮权在你姑姑手里，只要她活着，任何转让和过户都是非法的。换句话说，你爸和你弟手里那2本房产证，只是2块没有灵魂的空砖头。赵熙，他们现在可能正在伪造遗嘱，一旦他们强行过户，我们就必须亮底牌。既然他们想要这2套房，我就把这2套房变成吊死他们的绳索。赵熙，你还有脸打电话过来？妈，别演了，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。2套房，你们1寸也拿不走。什么意思？协议都签了，你想反悔？我没想反悔，我只是想告诉你们，爷爷临终前在公证处存了一笔巨款，那是留给姑姑的医疗费。如果姑姑清醒了，这笔钱和房子，你们这辈子都别想碰。但如果姑姑出了意外，按照继承法，这笔钱和那2套房就是你们的了。想要这笔钱吗？明天下午3点在咱们老宅见面，带上你们伪造的所有证据，咱们一次性算清楚。林医生，帮我联系律师和警察，明天我要让那间吃人的老宅变成他们的审判场。赵熙，你可算来了，钱呢？你说的爷爷留下的那笔巨款，公证号快给我！死丫头，我警告你别耍花招！洋洋结婚要的50万，你今天必须给我吐出来！钱就在这里，但在看钱之前，我要先看看你们手里的证据。看清楚了，这是你爷爷临终前亲手写的。他说赵家的房子和存款全是洋洋一个人的，你和那个疯婆子一根草都分不到。这墨水味都没散干净，连字迹都是新的。赵先生，伪造遗嘱不仅拿不到遗产，还要承担刑事责任。伪造？你放屁！这是我亲眼看着爷爷写的，你算哪根葱？妈，那咱们就算算这笔账。既然你们想要那笔巨款，那你们先承认一件事：20年前，你们是怎么为了保住赵阳，把姑姑骗进火场，又亲手反锁了大门的？赵熙，你疯了！他是你亲弟，你居然为了一个疯子，想把全家送进监狱？亲哥，我爸为了保住这个巨婴儿子，不惜烧死亲妹妹。你为了那1套房，给5岁的女儿记下每一笔2毛钱的肉饺子账，你们眼里有亲情吗？你们眼里只有这2套不属于你们的房。少废话，钱拿来，那2套房本来就是我的。是吗？那就看看你们手里那2本房产证到底值几个钱。赵先生，有一件事你们可能不知道，20年前拆迁时，老先生做了一个最高优先级的法律预设，这是土地所有权归属协议。你们手里的证只能证明你们拥有上面的砖头和水泥，但这块地皮的名字从来就只有一个。赵云玲，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
爷爷最疼我了。因为爷爷知道你是个烂泥扶不上墙的赌徒，他知道你为了钱能卖掉亲生父母。地皮所有权归姑姑，且设定了不可弃销的信托条款。只要姑姑活着，你们最多只有居住权，没有交易权。那巨款呢？公证处的钱总该是真的吧？钱是真的，但这笔钱的动用条件只有一个：赵云兰女士彻底康复。嫂子，好久不见。你没疯，你一直都是装的。我确实疯过，被亲哥哥锁在火场里的时候的心。但这20年，我把你们说的每一句恶言，对我做的每一次伤害，我都记在脑子里。你10岁打烂同班同学的头，医药费3万，是抢了我的伤残补助。你15岁偷走爷爷的看病钱去上网，导致爷爷旧病复发提前离世。这些账，我一笔一笔都记着。一共325万。嫂子，你刚才算赵熙欠家里30多万，那我们就用这300万抵扣掉，剩下的200，你们打算怎么还？是用那2套根本就不属于你们的房子，还是用你们的老命？你们骗我！你们合伙骗我！老疯子，你把房子还给我！你去死吧！小心！赵阳，你涉嫌伪造证件、故意伤害、敲诈勒索，现在依法对你进行刑事传唤。你们抓错人了，那是我的心头肉啊，都是这2个贱女人害的。妈，救我！李梦还等我拿钱回去结婚呢，她要是知道房子是假的，她会杀了我的。赵阳，欠我们的200万，今天再不还，你就别想走出这个门。200万，洋洋，你什么时候欠了这么多？我以为拿到了房产证就能抵押，我就去玩了几把大的。哪个说家里有2套千万房产？现在房子呢？要是没钱，我们就卸他2条腿抵债。欠债还钱天经地义，他非法抵押虚假房产证，这属于诈骗。赵阳，你刚才不是说那是你的命根子吗？拿去给他们抵债啊！赵熙，你救救他呀！你手里不是有爷爷留下的巨款吗？他是你亲弟弟呀！妈，您记不记得我5岁那年，因为饿多吃了一个肉饺子，你让我跪在雪地里扇自己嘴巴？你说老赵家的饺子是给传宗接代的儿子吃的，赔钱货吃了就是债，得拿命还。现在债主上门了，这2套房的地皮处分权，姑姑已经合法转让给我了。现在这房子是我的，你们被驱逐了。赵阳，你个骗子！你居然拿这种烂地皮骗我结婚！大姐，赵总，我是被这混蛋骗了，我根本不知道他欠了高利贷。只要您愿意把这房子给我1套，我保证马上和他分手。我还能出庭作证，说他当初是怎么威胁您和姑姑的。你闭嘴！烂赌鬼一个，看你眼都脏了我的眼，还想娶我，做你的白日梦去吧！这就是李梦，一个和赵家母子一模一样，灵魂里刻满贪婪的寄生虫。警官，既然你们带走他，那我们就跟着去警局。诈骗200万，够他在里面待一辈子的了。妈，救我！姐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完了，全完了！我的房，我的儿子。赵熙，妈求你了，洋洋不能坐牢啊！他要是进去了，这辈子就彻底毁了啊！你手里有钱，你救救你亲弟弟行不行？我没钱。妈，那200万折合成肉饺子是多少个？您算过吗？你还在记恨那个？妈当年那是为了激励你，让你出人头地呀！激励我看着亲弟弟吸我的血，还得让我感恩戴德的给你们这一家子当一辈子的提款机。我告诉你，那200万我1分钱都不会出。赵阳既然敢去赌，就得有本事承担后果。至于这老房子，我已经联系了施工队，明天开始这里会全部推平。我会在这里给姑姑建一座最好的私人研究所，而你们今晚之前需滚出去，搬出去！这是我的家，我住了几10年，你凭什么赶我走？如果您拒不搬迁，我们将申请强制执行，抬您出去。老头子，你说话呀！你妹妹要赶我们走，你女儿要逼死我们，你倒是放个屁呀！算了吧，这都是命，咱们欠云兰的，迟早要还。还？拿什么还？要不是你当初没本事，洋洋会去赌；要不是你亲手锁了那道门，云兰会疯。小溪，走吧，这里的空气太脏。赵熙，赵阳的事虽然暂时压住了，但那个高利贷团伙没拿到钱，肯定会盯上你。让他们来，只要他们敢动非法手段，我正好把他们一锅端了。这是拉格尼橡树法的变种应用。这里
德方这个协议看似是保护，其实是一个动态的抽血泵。3年后，公司的控制权会悄无声息地转移到对方手中。那怎么破解？反向对冲，在每季度结算的前3秒进行高频交易，不仅能保住控制权，还能反向掏出至少3000万的溢价。少熙，你姑姑不仅康复了，她在这种极致的痛苦中重塑了一个更强的大脑。赵家把姑姑当成垃圾丢给我，他们一定后悔扔掉一尊大佛，而我捡到了整个宇宙。赵熙，你给我出来！这个丧门星，你把洋洋害苦了啊！我让你们住豪宅，我让你们享福，我儿子在看守所里吃苦，你们谁也别想好过。赵太太，你冷静点，这是犯法的。犯法？老娘连家都没了，还怕犯法？都怪这疯耙子，当初就该一把火烧死他！你刚才说什么？当初就该烧死他。对，就是该烧死她。一个女孩子考什么状元？现在给谁看？要不是她考得好，邻居家会拿她跟杨洋比，杨洋会起得起点火，她活该被关着。妈，您知道您刚才的话我已经全部录音了吗？纵火、杀人未遂、非法拘禁，再加上现在的入室抢劫未遂，您不是想洋洋吗？我这就送你去见他。肌肉痉挛在缓解，他现在的意识处于深度唤醒状态，可能会想起很多事。姑姑，别怕，我就在这里，没人能再伤害你。我想起来了，全想起来了。那天隔壁陈家的仓库里放着赵阳最想要的那个游戏机，赵阳想偷，我发现后教训了他几句。我闻到了刺鼻的汽油味，火苗顺着门缝钻进来。我拍门，我喊救命。我哥赵大伟就在窗户外面，他明明看到了我，可他拉着赵阳就跑。我听到他在外面喊：“原来你是大的，你就当是为了保住赵阳，这火是你点的，听见没？”赵熙，这段证词是致命的，我已经联系了当年的邻居和办案人员。我要的不是钱，我要让他们那引以为傲的根和香火在阳光下彻底烂掉。Frau Zhao, diese Risky-Kofferklase unsere Besaale. Wenn Ihre Firma nicht unterschnitten ist, ziehen wir unsere Investitionen sofort ab. 是你？您好，我叫赵云林，是赵熙小姐的首席金融顾问。施密克先生，你的这份对冲协议在纳什均衡的模型下只有3%的获胜概率。你是想赌博，还是想谈生意？这是我改进后的方案，按照这个逻辑，双方的利润都能增加12%，且风险完全可控。前提是你要承认你刚才那个模型里的漏洞。Geniale Idee. Frau Zhao, ich nehme meine Unverschämtheit zurück. Es ist eine Ehre für uns, dass wir in diesem Unternehmen arbeiten. 20年了，那颗被深埋在阁楼里的明珠，终于重现于世。赵顾问，赵老师，您刚才那一手真是绝了！愣着干什么？给赵顾问准备特约专家费，月薪不，年薪50万，现在就办。姑姑，我没事，只是有点累。赵熙，你真是咱们公司的财神奶奶。王总，既然合同签了，那之前的提成和我的广金也该算了。算，按最高规格发。20年前，我也以为我会坐在这样的地方。姑姑，你现在是以女王的姿态回来了。赵小姐，恭喜发财啊！听说你一句话就赚了几千万，那你弟欠的200万是不是也该结一下了？那是赵阳欠的，去牢里找他要。他现在在医院躺着呢，肋骨断了3根。你要是不识相，你这姑母怕是又要变回疯子。赵熙，你听到了吗？200万，你要逼死你妈呀！你赚了几千万，200万对你来说就是毛毛雨。你救救洋洋吧，他不能飞了啊！妈，2毛钱一个肉饺子，32万，在这2000万面前，32万算什么？你是钱啊，是你欠妈的血汗钱，我的钱，我的账本，你这个畜生毁了妈的命根子啊！想要钱，去找他。赵阳抵押给你们的委托书上有我妈的亲笔签名，这是夫妻共同债务。既然他们那么疼儿子，就让他们用下半辈子还债。赵熙，云兰，救救我们啊！真的不进去最后看一眼吗？
里面没有记忆，只有灰烬。这是赵家的地，你们凭什么拆？我们还没死呢！谁敢阻拦，就是非法侵占私人财产。这块地已经合法过户，开工。赵熙，你姑姑是咱们公司的摇钱树啊！赵玉兰女士，您是如何保持这种惊人算力的？您难道不恨您的家人吗？在数学的世界里，没有恨，只有逻辑。只要逻辑还在，灵魂就不会腐烂。至于那些人，他们只是我生命中算错的一道题。现在，我把那张写错的纸扔了，重新开始。赵熙，你成功了，你让他从灰烬里重生了。姐，我错了，求你救救我！那些高利贷的人要弄死我，只要你救我，那2套房我不要了，真的。债得自还。如果我这个疯子，洋洋早就开上豪车了。不惜赵云兰，你们不让我活，咱们就一起死！小希，你看，北极星的亮度变了。这味道是汽油味，有人在外面。走，往卧室跑！大家都别活了，我的房没了，你们谁也别想住好房子。锁了，哥把门锁了，火好大！住手！王翠花，你疯了！谢谢。喝点吧。王翠花已经被控制了，她属于主观故意杀人。赵小姐，嫌疑人情绪极度不稳定，一直在喊那是他的房。另外，他供述了20年前纵火案的真相，那是一桩刑事隐案。我会提供全部证据，我还要带你们去见一个人，我的亲生父亲赵大伟。姐，你终于来了！妈坐牢了，爸瘫了，你救救我！谁给我交住院费？我是老赵家唯一的独苗啊！你记不记得我8岁发高烧，是你把我的药倒掉换成了面粉水，就为了省钱买单？姐，对不起，姐，我以前不是人，我不该那么对你和姑姑。等我出去之后，我一定好好做人，再也不赌了。希望你说到做到，以后好好做人。2毛钱一个饺子，32.54万。现在庭审正式开始。现在宣读证据。老头子，我对不起云兰，那火不是他点的，是大伟为了保住赵阳锁了云兰的门。你这个贱人，你敢害我儿子，我杀了你们！这是他。法官大人，这20年我并没有疯，我一共吃掉了那个家里3650磅剩饭，挨了732次打。如果我当年去上大学，我现在应该已经为这个国家创造了数以亿计的价值。你算赵熙欠你32万，那你算算，你欠我20年人生又该赔多少？姑姑，我们赢了。赵熙，王总刚才还想让你回公司当副总裁，你真的想好了？想好了，我打算带姑姑去环游世界。她在这间屋子里被困了20年，我想带她去看看除了算题之外的风景。赵熙，云兰，我们都没有伤钱，不是记恨，是有些伤口，就算愈合了，也留着疤，靠近了还是会疼。赵女士，德方的项目已经全面启动，您的模型被我们总部被誉为年度经典案例。数学从不说谎，它只会把复杂的世界简化成最正确的答案。姐，你帮我跟管教说说，我想换个宿舍，里面的人都欺负我，他们让我刷马桶，还抢我饭吃。赵阳，你不是说你是老赵家的根吗？怎么这根在里面长不开了？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
姐，你去找李梦，让她来看看我行吗？李梦把你送她的包和首饰全卖了，拿钱去整了容，现在是金店老板的小三。她托我转告你，谢谢你送的礼物，虽然地皮是偷的，但金子是真的。你胡说，她爱的是我。嗨，没人会毫无原则的爱一个废物。你的妈在监狱里算账，你的未婚妻在别人怀里笑。姐，求求我，我不想在这里待8年，我会死的。赵阳，善恶终有报，自己作的因终究要去承担果，你才能有所成长。赵女士，你的静态莫德确实惊艳，但现在的全球市场在动态的。先例比能源波动的凤泽算法，你能算出未来3年的赔恒曲线吗？赵熙，这老外是存心挑刺，能源波动方法是精算界的禁区，没人能算准。施密特先生，在数学的世界里，没有动态和静态的区别，只有变量的多寡。如果施密特先生感兴趣的话，我不介意在这儿为你演算一遍。如果能源是风，政策是墙，我们要计算的不是风的速度，而是墙的颤动。这个不非天性回归的处理方式，赵女士，你这20年到底是在哪家研究机构进修的？在一家只有2平米、终年不见阳光的私人实验室。我为我的傲慢道歉，赵女士，你不是在做精算，你是在给金钱定义灵魂。3000万算什么？施密特先生，这套模型要是用在德方的后续投资里，那就是30个亿的价值。小希，我算出来了，这20年的债，我用这一张白板彻底还给自己了。云，大哥，云兰，我错了，我没钱了，洋洋要钱，翠花要钱，大家都问我要钱，我没法补偿你。过去的事儿别再提了，好好照顾自己。赵熙，你毕竟是我女儿，给我买碗肉饺子吃行吗？就1碗，我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了。趁热吃。谢谢你们，谢谢你。小希，机票拿好了吗？拿好了，一共3张。3张？我说赵顾问，您这过河拆桥的本事可真大。林医生，你怎么在这儿？病人还没断根，主治医生怎么能被甩下？鉴于赵女士的情况比较特殊，作为你的专属医生，我觉得有必要进行一次全球范围内的移动治疗。而且，我刚跟王总辞职了，从今天起，我是赵熙小姐的私人助理兼保镖兼……你们在一起啦？我早就觉得你们般配。赵熙，如果你愿意，剩下的路咱们3个人一起走。走吧，我的私人助理。姑姑刚去休息了，你在想什么呢？在想要是在这样的风景里和你漫步，一定很开心。你又来，以前怎么不知道你这么油嘴滑舌？看，西西，这半年我看你陪着姑姑复健，看你一个人扛起重担。这是我亲手打的，在我们老家，银杏代表坚韧。以前一个饺子要用1辈子的浮生来还，现在终于有人只论心意。那你可得做好心理准备，我这个人的账很难算，我要赖你1辈子。那就赖1辈子，我这辈子的算力都用来算你的幸福。夕阳好美啊！那以后我们每年都来一次。我终于从那本吃人的账本里走了出来。很多人告诉你们，女孩子不适合学数学，女孩做不好很多东西。
但我要告诉你们，女孩没什么做不成的事情，女孩从不被定义。你是什么样，女孩就是什么样。赵大伟前几天给我打电话了，说他找了一份看大门的工作，每个月能赚2000多块。赵阳也找了一份快递的工作，现在踏实多了，那就好。我们永远不会原谅他们曾经对我们做过的事，但我们也不会让仇恨占据我们的人生。放下不是原谅，而是放过。